唐代贞观年间，观音菩萨于普陀山金顶显圣，慈悲垂眸望向众生。菩萨微起莲唇，开始放生之殊胜法门，众生轮回皆因因果。放生一法可改变宿命，消灾延寿。观音轻抚净瓶，道出天机。世间有一物，放生一次，功德胜过10次。闻者惊讶，究竟何物如此不凡？贞观9年夏，普陀山上云雾缭绕，山间草木葱茏，一片生机盎然。山脚下的村落里，有一位名叫慧明的商人，为人仁厚，常怀善心，却在近日商船遇险，货物尽失，家业一夜间几近崩塌。慧明素日里就信佛向善，常在佛前祈愿，求菩萨保佑家业昌盛。他的妻子李氏见家族危难，心急如焚，便携重金前往普陀寺，祈求高僧指点迷津。普陀寺中，方丈法通大师年逾古稀，修行60余载，道行精深。他见李氏跪于佛前，泪眼婆娑，便轻声道：“施主有何忧愁，可与老衲道来。”李氏将家族遭遇的变故一一道来，并问道：“大师，我夫君平日里乐善好施，为何还会遭此劫难？可有什么办法能挽救家业？”法通大师闭目沉思片刻，道：“施主家族此劫，恐非偶然，可是前世因果，今世报应。若要消除此劫，唯有潜心向佛，广修善行，或可有转机。”李氏听后急问：“大师，何为广修善行？我愿倾尽所剩，只求家族平安度过难关。”法通大师微微一笑：“善行无需重金，只需真心。老衲听闻近日村边有渔民捕获甚多鱼虾，不如施主去买下放生，积善积德，为夫君消灾解厄。”李氏辞别寺庙，来到村边的市集，只见渔民张开的渔网中，各种鱼虾挣扎着。他心生不忍，立刻用随身带的钱财买下所有渔获，让渔民帮忙将它们放回清澈的湖水中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突然云开雾散，金光乍现，观音菩萨踏祥云而来，一袭白衣飘然若仙。众人纷纷跪地，不敢抬头直视。观音菩萨慈眉善目，看向众人道：“尔等众生，可知何为放生？”众人面面相觑，不敢答话。观音菩萨微微一笑：“放生者，放彼命于生，放己心于善也。”一旁的李氏鼓起勇气，向前一步，跪地道：“菩萨慈悲，弟子愚钝，不解其意，还请菩萨明示。”菩萨抬手指向远处湖面：“你看那湖中鱼儿，得自由之身，欢快畅游。他们本是与人无异的众生，轮回中有缘成鱼。人若放生，便是给他们重获自由的机会，亦是解救一条生命的大善行。”李氏若有所悟：“菩萨，弟子明白了。放生不仅是救助生灵，更是培养自己的慈悲之心。”观音菩萨颔首：“善哉，善哉！放生积德，功莫大焉。自古以来，世人放生积德者甚多，且听我说来。”菩萨抬手一指，众人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：春秋时期，一位身着布衣的老者在河边发现一只受伤的白鹤，他悉心照料，待白鹤伤愈后将其放生。数年后，该地遭遇战乱，老者一家被困城中。就在危急时刻，一只白鹤从天而降，带领老者一家逃出了险境。观音菩萨道：“此乃放生之报也，万物有灵，恩泽相报。”又一幅画面出现：汉代的刘向少食家贫，却常常节省口粮，买下鱼虾放生。一日，他在河边放生一条大鱼，鱼儿入水后竟回头望他一眼，似在致谢。当晚，刘向梦见一位老者前来拜谢，说因刘向救他一命，特来报恩，并告诉他明日科考的题目。刘向果然高中，从此平步青云。观音菩萨慈爱地看着众人，此亦是放生之福报，救一命，胜造7级浮屠。众人听得入神，
纷纷赞叹放生之功德。一位老妪颤颤巍巍地站起来问道：菩萨，老身愚昧，不知放生有何讲究？是否所有生灵放生的功德都一样？观音菩萨微微一笑，放生之功德却有不同。若能发菩提心而放生，则功德更大；若只求自身福报而放生，功德则小些。菩萨继续道：放生之时，当发3种心：一曰慈悲心，见众生受苦，生怜悯心；二曰平等心，不分贵贱美丑，一视同仁；三曰无求心，不求回报，不为己名。具此3心，放生功德圆满。众人听闻，心生敬畏，纷纷表示今后定当广行放生善事。李氏再次上前请问：菩萨大慈大悲，弟子家族突遇变故，商船覆没，货物俱失，可是前世因果所致，放生能否为我家消灾解厄？观音菩萨目光如水，看向李氏：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汝夫前世为商贾，多有争利欺诈之举，今世虽为善人，却难免昔日因果。菩萨指点道：今日汝放生之行，已为家族结下善缘，归家后可至湖边，诚心念诵大悲咒3遍，再放生100条鱼虾，当有转机。李氏闻言，泪如雨下，连连叩首致谢。观音菩萨环视众人，和蔼道：放生功德无量，但切记不可为求功德而杀生再放生，此乃本末倒置。真正的放生是在合适的时机救助真正危难的生灵。众人中有一位白发老者问道：菩萨，世人常言放生鱼虾最为常见，不知其他生灵放生是否也有功德？观音菩萨点头道：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，放生任何生灵都有功德，但因缘不同，功德亦有差异。菩萨双手合十，金光环绕周身，放生水足，功德自然；放生飞禽，福寿延年；放生走兽，家门兴盛；放生爬虫，障碍消除。而今日我要说的是一种放生1次功德胜过10次的奇特生灵。话音未落，天边忽有祥云涌动，七彩光芒直冲天际。菩萨微微一笑，看来因缘已至，此事当另择时机再说。众人正欲挽留，却见普陀寺方向钟声大作，回音绕梁，久久不散。法通大师闻声而来，见观音菩萨显圣，连忙跪地叩拜：弟子参见菩萨，不知菩萨降临有何指点？观音菩萨对法通道：法通，你修行多年，可知放生之真意？法通大师诚惶诚恐：弟子愚钝，只知放生可积德消业，解救众生，至于深意，实在不敢妄言。观音菩萨颔首：放生之道，不仅是救众生于水火，更是救自己于尘世。人能放生，实是放下执念，培养慈悲。菩萨转向众人：尔等世人，若能常行放生之事，不仅可消灾延寿，更能开启智慧，明心见性。一时间，众人内心澄澈，如饮甘露，心灵得到前所未有的净化。观音菩萨继续道来：放生之功虽大，但还需与其他善行相辅相成。持戒、布施、诵经、礼佛，皆是成就佛道之基础。菩萨手中净瓶轻摇，清水洒向人间。放生时还需结3种大缘：与众生结缘，与佛法结缘，与菩提心结缘，如此方能功德圆满。李氏再次上前请问：菩萨，世间生灵无数，究竟哪种生灵放生功德最大？观音菩萨微微一笑：此问甚妙。放生功德与众生种类、因缘、心态皆有关系。有一种生灵与人类因缘至深，放生1次，功德胜过10次放生他物。众人听闻，无不竖起耳朵，想要知晓这神秘生灵是何物种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山林中传来一阵阵清脆的鸟鸣，众人不禁转头望去。观音菩萨微笑道：放生之道，贵在坚持。若能日日行善，
持之以恒，终有一日功德圆满，福报无量。法通大师问道：菩萨慈悲，弟子有一疑问。世人常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不知放生与救人功德孰轻孰重？观音菩萨道：救人与放生本是一理，皆是慈悲为本，救助生命。人乃万物之灵，救人功德自然殊胜。然放生亦非小善，若能广行放生，累积功德，亦可与救人等同。菩萨莲指轻点，虚空中浮现出无数光点，每一个光点皆是一次放生的功德，功德积少成多，终成菩提正果。众人见此奇景，无不动容，纷纷发愿今后要多行放生善事。观音菩萨见众人诚心向善，甚是欣慰，又道：放生不仅是形式上的放生，更重要的是心灵上的放生。若能放下执念，放下恩怨，放下分别心，此乃真正的放生。菩萨环视众人，今日与诸位有缘，特来开始放生之道，望诸位今后多行善事，广结善缘，共登极乐。说罢，菩萨袍袖一挥，众人顿感一阵清风拂面，心旷神怡。观音菩萨目光如电，金光从指尖流溢，世人只知放生积德，却不知何种生灵放生一次，功德胜过10次，此中隐藏着轮回转世的天机。殿内众人俱是震惊，有僧人不禁问道：菩萨慈悲，究竟何物如此殊胜？观音莲指轻点净瓶，瓶内水波荡漾，倒映出众生百态。此物与人类因缘之深，放生它不仅改变己身福报，更能超度7世冤亲。菩萨慈眸流转，道出了一个足以改变万千苦难众生命运的惊天玄机。观音菩萨双手交叠放于胸前，金光自掌心泛出，笼罩整个普陀寺。众人只觉耳畔如闻天籁，心灵被一股温暖的力量包围。此物乃蚕。观音菩萨轻声道出答案，却如惊雷般响彻在场每个人的心中。众人闻言皆是一愣，面露不解之色。区区蚕虫，何以放生一次胜过10次功德？观音菩萨似能洞察众人心思，微微一笑。蚕虫看似微小，却与人类结下难解之缘。自古以来，蚕丝织就锦绣华服，温暖庇护无数世人。尔等可知，一条蚕虫为节俭而付出怎样的代价？菩萨莲指轻点，虚空中浮现出蚕的一生，从卵到幼虫，再到节俭化蛹，最后破茧成蝶。众人看得分明，蚕在节俭时耗尽全身能量，而人类为取丝而逐茧，令无数蚕儿难以完成最后的蜕变。蚕为人类奉献一生，却难得善终。若能放生蚕虫，让其自然化蝶，乃是还其性命，了却因果。观音菩萨慈悲道。一位老妪不解问道：菩萨，蚕虫若不取丝，如何为人所用？我等放生蚕虫，岂非有违天道？观音菩萨微微摇头：天道自然，物各有命。蚕虫虽为丝绸而生，却也有轮回转世之权。每年取丝时，若能留下一部分蚕虫自然化蝶，便是尊重生命，顺应天道。菩萨继续解释：蚕与人因缘深厚，有五因五果。众人屏息静听，不敢错过菩萨开示的每一个字。其一，蚕一生勤勉不懈，专注之思，从不旁骛。人若放生蚕虫，来世必得专注之心，做事有始有终，功成名就。其二，蚕节俭自负，却为破茧重生。人若放生蚕虫，来世必能突破困境，化险为夷，浴火重生。其三，蚕丝柔韧坚固，织就华服锦绣。人若放生蚕虫，来世必得贵人相助，衣食无忧，福禄绵长。其四，蚕虫温顺，一生无害他物之心。人若放生蚕虫，来世必得善良本性，远离恶缘，广结善缘。其五，蚕化为蛾，虽短暂却能繁衍后代，生生不息。
人若放生蚕虫，来世必得子孙满堂，家族昌盛，绵延不绝。观音菩萨语调轻柔，却字字如金石般敲击在众人心上。一位白发老者忍不住问道：菩萨慈悲，老朽有一疑问，蚕虫虽好，但终究微小，为何放生一次，功德胜过10次？观音菩萨微微一笑，正因其小，故而珍贵。世人常行放生，多为鱼虾鸟兽，却少有人念及蚕虫。蚕虫与人类朝夕相处，付出一生，却少有人怜惜。若能在取丝时特意留下部分蚕虫，让其自然化蝶，此乃大善大德。菩萨又道，更有一层因缘，蚕虫一生只为节俭，人类取丝造衣，乃是取其毕生心血。若能在收获时怀感恩之心，放生部分蚕虫，实乃解冤释结，善莫大焉。有年轻女子上前问道：菩萨，弟子家中养蚕已久，可是前几日刚刚取丝竹简，如今想放生蚕虫，却已来不及，该如何是好？观音菩萨慈爱地看着她，心念记起，善根已生，来年养蚕时，可留下一部分不取丝，让其自然化蝶。此外，还可买下市场上活蚕放生，同样功德无量。菩萨接着讲述了一段古老的因缘。上古之时，有位名叫雷祖的贤女，发现蚕丝可织为布帛，造福人间。她在取丝的同时，常留下部分蚕虫放生，并教导族人同样如此。因此一善举，历代子孙兴旺发达，国泰民安。观音菩萨环视众人，此乃蚕虫与人类的第一段因缘。雷祖尊重生命，感恩回报，才有后世绵延福报。法通大师若有所思，问道：菩萨，若是放生蚕虫，当以何种心态为好？观音菩萨答道：放生蚕虫，当存3心：一是感恩心，感谢蚕虫奉献；二是慈悲心，怜惜众生性命；三是回向心，将功德回向众生，同登极乐。菩萨又道：放生蚕虫还有一殊胜之处，蚕一生经历破茧成蝶的过程，象征着众生破迷开悟。人若放生蚕虫，实是助其完成生命轮回，功德尤为殊胜。众人听得入神，纷纷点头称是。观音菩萨继续开示，放生蚕虫还有一奥妙之处，蚕吐丝结茧，自负其身，却为破茧重生。众生亦如是，为贪嗔痴所缚，轮回6道。若能明心见性，破茧成蝶，方得解脱。菩萨慈悲地看着众人，放生蚕虫，实乃放生自己，解脱自己。李氏突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：菩萨，弟子家中养蚕已久，可是蚕病时常发生，不知是何因果？观音菩萨道：蚕病多因环境不洁或食桑不良所致。养蚕之人若心存敬畏，精心照料，少有病灾。反之，若心存贪念，只求取丝，不顾蚕命，则蚕病频发，乃因果使然。菩萨又告诫众人，养蚕取丝本是天道循环，但切记不可贪得无厌，应留一部分蚕虫化蝶，生生不息。若全取剪丝，断其后代，乃伤天害理之举。观音菩萨双手合十，金光再次笼罩众人。今日与诸位有缘，特来开示放生蚕虫之殊胜功德，望诸位今后养蚕取丝时，常存感恩之心，每年留下部分蚕虫自然化蝶，不仅可消灾延寿，更能积累无量功德。众人听完菩萨开示，无不感动落泪，纷纷发愿今后定当如菩萨所言，养蚕取丝时留一部分放生。李氏又问道：菩萨慈悲，若是无法养蚕的人家，如何获得放生蚕虫的功德？观音菩萨微笑道：可到养蚕人家买下活蚕放生，或是出资帮助养蚕人家留下部分蚕虫不取丝，功德同样殊胜。此外，劝导他人放生蚕虫，功德亦不可思议。菩萨又道：世间众生皆有佛性，无论何种生灵，
放生皆有功德，但蚕虫与人类因缘特殊，放生一次，功德胜过10次放生他物，此乃不可思议之奥妙。众人听罢，心中释然，对放生之道有了更深的理解。观音菩萨最后告诫众人，放生固然功德无量，但更重要的是心存慈悲，尊重众生。若能时时怀着感恩之心，与万物和谐共处，自然福报绵长，智慧增长，终得解脱。说完，观音菩萨身上金光渐盛，缓缓升空，化作一道祥云，向普陀山顶飘去。众人依依不舍，跪地相送，直至菩萨身影消失在云端。就在菩萨离去的那一刻，李氏突然发现自己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枚晶莹剔透的玉佩，散发着温润的光芒。他顿时明白，这是菩萨的馈赠，连忙虔诚收好，准备回家助家族转危为安。果然，当李氏回到家中，按照观音菩萨的指点，带着慧明到湖边放生100条鱼虾，诵念大悲咒3遍，并将玉佩安置于家中佛龛前。不出半月，昔日的商业伙伴纷纷前来援手，新的商机接踵而至，家族危机化解，生意比往日更加兴隆。就在慧明一家逐渐恢复生计之时，普陀山脚下的村庄也悄然发生着变化。李氏放生之事在村中传开，邻里乡亲皆为之感动，尤其是那段观音菩萨亲临开示，玉佩显瑞的传说，更是在村中老幼口中流传开来。许多人受此感召，纷纷效仿李氏的善举，或买鱼放生，或助蚕归山。一时间，湖边溪畔，飞禽走兽、水族爬虫皆得解脱之机。慧明在经历大难之后，心性愈发沉稳。他每日早起诵经、礼佛不辍，闲暇时亲自到湖边喂养他和妻子放生的鱼虾。他深知此番脱劫得福，非己一人之力，而是得观音菩萨点化。妻子虔诚，众生庇佑而来。不久后，李氏夜梦菩萨托示，慧明前世之业已清，今生当广行善事，普度众生。可见一善堂，传扬放生之法门，济世度人，方可福泽绵长。李氏醒来后与丈夫商议，慧明深感有理，便腾出商铺后院，开设慈心善堂，以此为放生弘法之所。村中不少百姓前来善堂聆听慧明讲述观音显圣之事，也开始反思自身行为。有渔夫断网丰舟，改以农耕度日；有猎人弃弓消刃，放回深山之兽；更有孩童常到善堂听讲因果，懂得敬畏众生。翌日，远道而来一名儒生，名唤林远，学识渊博，却屡试不第。闻听善堂之名，便前来一观。林远见堂中悬挂放生，即放心。放心乃成道8字横匾，心中一震，恭敬礼拜。慧明见其慧根深厚，便赠放生因果图解与大悲咒之抄本1册，劝其每日诵读，修行自省。林远感念慧明，便留居善堂1月，协助整理善书，抄录经文，编撰放生志士。回乡后，他遵菩萨教诲，每遇生灵受困，必伸手相救。数月后再度赴京应试，竟一举高中，登第及第。回乡之日，第一站便是前来善堂致谢。慧明一家见故人得报，更添信心，继续弘扬放生慈悲。年年春蚕季节，李氏必亲至蚕农家中，劝人留简化牒，赠与蚕农衣食，以免损益收成。久而久之，当地逐渐形成春养秋放的传统，每年皆有成千上万的蚕儿得以自然羽化，飞入山林，延续血脉。数年之后，普陀山一带风调雨顺，灾厄罕至。善堂之外，香火鼎盛，菩萨像前，终年供灯不灭，善缘不绝。据传，那枚玉佩后由慧明之女佩戴，终生安稳如意。年老之后，更梦见菩萨召他登上莲台，圆满归去。时至今日，若你登临普陀山金顶，在菩萨金身之侧，
或许还能见到那一只只轻盈飞舞的残蛾，在晨风中翩然起舞，仿佛在述说着那段因果殊胜、慈悲无限的放生传奇。视频参考资料：观音大士普陀放生录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